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3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讲美国在昨天通过了香港的自治法。这个香港的自治法呢，在昨天呢，参院就再次表决以后，然后再次通过。什么叫参院再次表决呢？大家都知道，在1个多礼拜前呢，参院是属于全体议员全票通过，没有一个议员反对呢，通过了香港的自治法。那么光参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是没有用的，必须要众院也要通过。所以说，美国众议院就在议长呢 Nancy Pelosi 的主持下，在7月1号的这一天，也就是中共的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生效的那一天，美国呢众议院呢全票通过了香港的这个自治法。那么这个自治法通过以后，由于它增加了一条条款，就是对银行的制裁。因为增加了这个条款和参院原来的版本不一样呢，那就需要把这个版本呢回到参院，参院要重新再次通过。那么因此，参院在2号接到了众院1号通过的这个版本以后，2号他们又是属于最快时间，一次性全票通过。那么现在也就变成了众议院、参议院全部通过了。目前来讲，这个版本已经送到了川普总统的桌上。按照去年香港民主人权法案签署的那个程序，同样是川普总统有10天的这个签署考虑期，这10天如果川普不签，就自动生效。当然了，这10天期间，川普签署了，什么时候签署，什么时候生效，或者说川普总统他有权可以否决的，这是美国他给总统的一种权利。只是呢，川普总统他即使如果否决了以后呢，这个议案会重新再次回到众议院和参议院，如果参众两院同样都有2/3以上投票同意，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是100%啊，不是2/3。也就是说，如果川普总统否决这个议案回到参众两院，无非就是再表决一次，只要大家都有2/3以上议员通过的话，那么这个议案就否决掉了总统的否决，就不需要再给川普签了。也就是川普没有2次否决的这个权利。那么参众两院如果经过2/3以上议员投票通过的话，那这个法律就正式生效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川普，如果你是川普，你会否决吗？你100%不会否决吗？你否决了，拿回去人家2/3以上的仍然成为法律，而你否决的这个行动只会导致嘛，参众两院所有的人员对你不满，所有的香港人民众对你不满，所有支持香港民众他们这种维护自己正义、争取自己民主自由的人，反抗中共强权的人，肯定对你不满嘛。川普会做那么蠢的事吗？所以说，这个现在目前编号叫做 HR7440的香港自治法，目前已经送到白宫，等待着川普的签署。那么这个法案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现在这个法案主要是什么？是众议院在里面增加了一条是什么？就是制裁中共在香港的银行，制裁跟中共所有已经被列出的那些制裁官员本人所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曾有美元的银行。那么这一条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就是什么？香港所有拥有美元的银行一旦被美国制裁和打击的话，就意味着在香港的所有国际银行就不能开办美元业务了。那你觉得别的国家的那些银行，他们在香港还会设分支机构吗？肯定不会设了，不能有美元交易，谁来设呢？这是指在香港的所有的外资银行。那么在香港还有一部分中资银行呢，中资银行美国也限制了他们在香港进行美元交易。那么在香港如果一旦不能进行美元交易，那你觉得中国的这些银行他们还能玩什么呢？只能玩人民币吧，只能回家去印钞票，然后最终把人民币变成了委内瑞拉币，然后就中国的草民大家在家自娱自乐啊，也就是外汇、金融、贸易渠道全部切断嘛，没有国家会跟你做生意嘛，你没有美元交易业务，谁跟你做生意呢？人家谁要你的人民币呢？这是指对国家、对银行、对企业的打击，直接关乎到中国的外贸、中国的投资，以及中国它对外面做生意所结算的货币，这是很严重的一条。这是指国家方面。那么个人方面就更不用讲了。所有的官员，你跟着党国干，你贪那么多钱的目的是什么？你贪钱就是为了把它转移到境外的，因为你贪钱如果是人民币存在国内，就是草纸，根本没有用。而且中共现在实行的是数字货币，也就是很快让你们自己的存款全部变成一堆数字，然后由中共来管理你这堆数字货币。那么也就是贪官们存了或者控制了大量的钱，这些钱如果变为数字货币的话，给党国掌握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纪委就会随时拿你进京城、进监狱。那么你不给党国掌握，你显然是想把这些钱全部转移到境外，在境外变成自己个人的财富的，
这是所有官员他们都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中国的官员哪个不贪？贪的钱哪个不想转移到境外，在境外买豪宅，在境外存款，在境外过得花天酒地的生活啊，都想啊。但是现在不行了，你只要是被制裁的官员，所有境外的任何一个银行不会帮你开户，已经开户的100%冻结，这样就变成了对所有被制裁的官员从银行方面给予他直接的打击。所以说，这是这一次的香港自治法和去年的香港民主人权法案所典型区别的这一点。去年通过的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案，仅仅是对那些触犯人权，然后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对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香港这种繁荣稳定破坏的中央政府和香港港区的官员呢，对他们个人呢实行签证限制，对他们在海外的财产进行冻结。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中共的官员，他在美国这时候现在没有签证，他也没有家人现在住在美国，他也没有在美国买豪宅，所以说这条制裁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昨天送交白宫的这一个香港自治法，那对这些官员就有绝对的打击。也就是说，你以前没有可以的，但今后你也别有，而且你任何钱不是存在美国，是存在开办美元的银行。请问全世界所有哪一个国际银行，只要这个银行它要办正常的业务，它会不开设美元吗？它不开设美元，它还做什么生意？还能有什么交易？还能获得银行什么利润呢？它100%要开展美元贸易，没有美元，哪一个企业会在这个银行开户呢？人家结算都是需要美元的嘛。而所有全世界所有使用了美元的银行，你都受香港自治法对它的管辖，也就是香港自治法已经明确要求，所有全球所有开办美元银行业务的这些银行，你们是绝对不能对香港自治法他所要打击的中国的公司、中国的银行、中国的那些被制裁的官员，给他们本人提供任何银行服务的，否则那个银行要被美国处罚的。哪个银行愿意被美国处罚？美国一罚就是多少个亿，银行要多少年才能赚到那么多钱？怎么会愿意给你美国去处罚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银行实际上都加入了跟美国一起围剿中共贪官、围剿中共这些破坏香港一国两制、破坏香港繁荣稳定这些官员对他们本人制裁的行列。所以说，这个香港自治法它的这个效力非常非常大，它对中共打击是非常非常的狠。那么现在就等待着川普总统在10天之内签署这个法案，让这个法案立即生效以后，美国国务院就会依据这个法案，马上对中国的官员公布他们的名单以后，做出具体的打击。可以讲，美国呢两党争端是非常大的，共和党、民主党不和，而且今年是大选年，可以讲民主党一心一意要把川普拉下台的，就是在两党激烈斗争的这个过程中，在他们这个国会，在两党，他们只有在维护香港自治，并且惩罚中共在所有香港犯下罪行的中共和港府官员的这个问题上面，他们是高度的团结和自治，并且表现出出人的效率，也就是1天之内就把参众两院所有的版本全部通过了，然后第2天就送到白宫，等待着川普总统的签署。因此，美国对中国这个打击是整个港版国安法出台以后最行之有效的。那么英国呢？我在前2天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了，英国首相已经宣布给300万持有英国 BNO 护照的香港人，给他们英国的居留权，5年居留权，也就是你持有 BNO 护照，你随时可以到达英国，到达英国以后立即可以领取英国的绿卡，在英国满5年以后，你可以申请在英国长期居留，1年以后就可以入籍，这是英国给出的方案。那么除了英国之外，英联邦国家主要是五眼联盟国家，全部伸出了橄榄枝，全部做出了表态，包括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包括新西兰，他们这3个国家都表示会接纳一部分香港同胞。那么香港民众除了去英国、去澳大利亚、去加拿大、去新西兰之外，去掉五眼联盟这4个国家之外，剩下来是由美国兜底的。美国已经说过，对香港民众没有任何人数限制，只要你是香港民众，你随时都可以到达美国，美国给予你政治庇护，美国给予你保护。因此可以讲叫五眼联盟就可以把整个香港就把它全部安置掉了。更何况日本和台湾也伸出了橄榄枝，日本和台湾也明确说过，只要有一部分香港民众他们愿意到达日本、到达台湾，都会给他们有工作许可，都会给他们一个适当的安置，尤其台湾会出台具体的安置方案。这就是说，所有全世界秉持正义的国家，现在大家都在帮助香港人民，帮助香港人民度过国安法之后对他们的这个沉重的打击和劫难。而中共呢，现在在香港呢，他既然强行推出这个国安法呢，他就可以讲叫无耻到底。因此呢，中共这2天呢，已经任命了
他们在香港的几个国安官员，他们其中任命了中联办的主任骆惠宁兼任香港特区国安委员会的顾问。那么骆惠宁担任这个新的职务，实际上就标志着骆惠宁现在就明确的就是香港的特委书记。也就是骆惠宁现在做的这个职务呢，他本来是中联办主任，中联办主任按照职责上来讲叫做协调港区的工作。现在他不是什么协调，他现在担任了这个国安顾问以后，他就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他就对香港指手画脚了。他现在就不是什么外围运作，他直接是内部直接指挥。也就是骆惠宁的这个职务，自从担任了这个国安顾问以后，他实际上就是中共派到香港的特委书记，这是骆惠宁的职务，新的任命。第二个呢，中共任命了驻港国安公署的署长，叫郑彦雄。郑彦雄这个人一开始别人不知道，怎么会安排这个人来担任国安署署长？他跟国安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郑彦雄这个职务的安排，就相当于在香港安排了一个政法委书记，也就是到香港来管理国安公署的。这个人他在2011年是担任过汕尾市委书记的。他现在在广东省委任职，他当年担任汕尾市委书记之后，就是当时处理乌坎村事件的最主要的当地的党政领导。当年他在处理乌坎村事件时候，在开会时候曾经爆发出一个金句，他这个金句就是说，如果境外媒体信得过，那么母猪都会上诉。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诉。在敌对势力的媒体里头，在别有人用心的人里头，借你这句话来骂我们的国家，骂我们党，我们变成人家抹黑我们国家、抹黑我们党的工具、炮弹。境外媒体是什么角色？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个话。境外媒体呢，有好、中、坏三种。好的呢，就是所谓的公正的中间媒体。你比如说，有敌对势力背景的，有法轮功背景的，这个媒体我是不看的，我看了也不信，因为他们从来是极尽造谣蛊惑之能事。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诉。就是他的这句话，因为他对境外媒体、对法轮功的媒体是完全给予把他当作敌对势力来批判。他说他一句都不信境外的所谓媒体，他讲是叫分好中坏，但是他讲的好就是共产党在外面的大外宣了。所谓中的坏的都是对乌坎村实事求是评价、实事求是报道的。他现在要求老百姓只信任共产党，绝对不能信任境外媒体。你看他讲话那个腔调，就一副是流氓，一看就是痞子、二流子出身。所以共产党呢，他就是靠痞子、二流子起家的。所以共产党统治了中国那么多年，中国几十年下来，中共现在统治的大小官员基本上都是一副流氓腔，而且个人的生活作风、个人的文化水平、个人讲话的那种粗鲁的腔调、个人的穿着打扮，一副就是农村里面的二流子。他这种流氓腔，你听听他的这种流氓腔，你就可以看出共产党他是靠什么来统治人民？他就是靠耍流氓、靠无耻、靠不要脸来对付人民嘛。这就是中共，他统治中国70年，他就是靠这样的官员，靠这么粗鲁无耻的人，然后呢，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对人民进行一种血腥的统治。所以共产党在国安法通过以后，因为呢国安法一通过，欧盟呢在英国为首的英国联络了一共有27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对港版国安法呢表示了一个严正的抗议，希望中共呢能收回港版国安法。这是27个西方发达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基本上你能知道名字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在这个上面了。它有27国。那么中共一看你是27国，中共就去拉了53国。中共拉了53国，在昨天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面发表了一个声明，坚决支持中共的这个国安法。这个名单一公布，我一看，习近平已经回到毛泽东的朋友圈了。整个这个名单上全是毛泽东当年在文革时候所谓拉拢的世界上亚非拉的那些跟他干革命的国家的国民。我看看就没有一个正经国家，一个西方文明国家都没有，所有邪恶的、无耻的、专制的那些国家的名字都有。你像委内瑞拉、伊朗啊、北朝鲜啊、阿富汗啊、索马里啊，都是这些垃圾国家，通通在这个名单上。
在这个名单上最刺眼的一个国家是缅甸，也就是昂山素季坚决要求跟随习近平，坚决要求镇压中国人民的自由，坚决要求跟专制捆绑。所以说，昂山素季这个人已经堕落成民主的敌人，是专制的帮凶。昂山素季的无耻，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多次讲过。可惜就是曼德拉死了，曼德拉如果没死，南非一定也在这个名单上。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所追捧的，我们认为那些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那几个英雄人物，包括南非的曼德拉，包括亚洲的这个民主女神昂山素季，实际上他们已经完全堕落成专制的帮凶，他们跟专制沆瀣一气，他们早就是民主的敌人。他们当年的那些奋斗，不过是欺骗了人民，靠人民对他们的支持，他们获取了权利以后，他们走上了另外一条专制的道路。港版国安法的推行，可以这样讲的话，中共他认为他自己控制了政权，控制了香港。实际上，港版国安法的推行对中国的损失是很大的，很多亚洲国家都获得了很多好处。港版国安法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新加坡实际上是得到了香港的港口贸易，英国、美国和台湾都得到了香港的一部分精英人才，越南和印度都得到了香港的制造业和加工业，日本是可以获得香港的金融业。而香港最终什么？香港最终只得到了一个中国梦，得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强加给香港人民一个噩梦。当然了，中国有很多跟着中国共产党混的那些小粉红啊，那些岁月静好，有相当一部分人花大量资金获得香港身份的人，这一次就栽了。中国大陆当初有花1200万投资移民香港，能够获得香港身份的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爱党爱国的。现在1200万只混来一个嘛，只混来了中国一个一线城市的户口。还有不少人是赴港产子的，他们赴港产子最起码要花个30-50万，结果这30-50万花下去，现在他生的这个孩子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疆维吾尔的宝宝。尤其是有一部分人为了混到香港身份，嫁给香港那些糟老头，嫁给香港那些大货车司机的，熬了多少年，好不容易混到了香港身份，现在实际上上的就是一个新疆户口嘛。这就是港版国安法，他给中国内地那部分爱党爱国的人，给香港现在的民众，给亚洲国家和全球其他国家带来的直接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他都要这么去做。但是很多人因为共产党的这个做法，他们个人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可以说啊，习近平他选择这个时候推出国安法呢，中共呢他绝对是有考量的。他们一个是因为今年的武汉疫情对全球造成的这个极大程度的伤害，各个国家呢都忙于自己国家里面救灾抗疫，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管香港的问题。同时最重要是利用美国今年是大选年，而且美国历任总统大选从来没有像川普现在是得到，可以讲他的对手就是民主党的反对，他的竞争对手拜登为首的民主党国会里面，以 Nancy Pelosi 所有民主党的人对川普的指责和反对，更来自于川普自己本身所代表的共和党那些建制派的大佬也都对川普进行排斥，包括前总统小布什，他就率领他自己所有的这个竞选班底和他在美国共和党里面这个艰深的基础的各个建制派的大佬和人物，集体站出来说是不但是反对川普，而且他们直接是竞选帮助拜登啊，直接帮助他们的对手民主党去胜选啊。所以说美国今年大选的形势是异端复杂的，川普总统也是遇到他自己要想谋取连任会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和考验的时候，这时候中共拿出了这个国安法。因为这个国安法7月份拿出，川普大选是11月份啊，川普现在可以讲7、8、9、10就剩最后4个月了。在这个过程中，川普如果处置这个事情不当的话，很可能就给他自己的选举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滑坡。因此习近平选择这时候拿出来，他实际上就是刺激美国政府，也是看到美国的软肋。因此你看国安法拿出来以后，世界各国政要，尤其是各个国家的元首，对国安法进行批评的人几乎没有，只有英国首相约翰逊，他拿出一个什么？拿出一个先解决一部分港人能够到达英国，给他们安置英国的一个具体的条件，他并没有大力的抨击这个国安法，并没有对中共违背中英香港声明，要对中共毁约，要对中共进行什么制裁和处罚。所以目前来讲，这些措施我们都还没看到。当然了，美国呢，它的行动是比较有利的。除了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这个香港自治法之外，蓬佩奥呢，他呢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本人呢对香港国安法呢也有他明确的表达，
只不过呢，蓬佩奥讲话很含蓄，也就是目前来讲，他不愿意透露白宫目前做出的哪些具体的对中共打击的一些方案。他目前来讲，他把着口风，他没有暴露美国马上准备什么样的制裁，制裁哪些人物，他都没有明确的表达。他只是说，这一切都取决于习近平他是否愿意跟世界和解。如果习近平他一意孤行跟世界为敌，那么美国是力主要建立一个全球的联盟。这个联盟，美国是要求所有的国家，尤其是欧盟、欧洲、美国的那些盟友，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队。这个选边站队，蓬佩奥一再强调，不是选择中国或者是选择美国，而是选择文明或者是专制，因为正义最终一定是战胜邪恶的。China has pass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o how far is the U.S. willing to go? And are you willing to take mandatory sanctions laid out in the Hong Kong Economy Act? Well, if they're mandatory, we'll do it. We always comply with the law here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s what we do. We will absolutely implement those laws, both consistent with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of what those statutes require. So we will certainly do that. And there is more work to do for sure. But in the end, General Secretary Xi gets to make the decision about whether he wants to move his nation closer to something that is disconnected from the world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ways. They talk about, when I was in Honolulu, they talk about wanting to be good stewards, international players that comply with multilateral obligations. But when you're violating citizens' most fundamental freedoms, we should look to your actions, not to your words. And so that's w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o. We'll continue to do all the things that we can. And importantly, we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ut a global coalition that understands the challeng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reat places on freedom-loving peoples all across the world. This isn't a U.S.-China challenge. This is a challenge that is between freedom and authoritarianism. And so long as we keep that foremost in our minds, I'm confident that the freedom-loving peoples of the world will prevail. 这是呢，蓬佩奥呢在他自己一个讲话里面所表达的这么一个观点，而且他也解释了。他在檀香山跟中国这个国务委员兼中国外交方面管理的最高官员杨洁篪的见面的时候，杨洁篪是表达中国希望跟美国友善，而且加入跟美国一起能够挑起世界和平，在世界上能够承担更大责任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然后呢，蓬佩奥就说，不看你怎么讲，看你怎么做，你中国讲的总是比别人好听得多。从 WTO， 从你们加入联合国，从你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你们表达的誓言太多了。美国现在只要看你们怎么做。所以蓬佩奥就说，现在美国是力主在全球建立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要铲除共产党的一个国际联盟。这个联盟，蓬佩奥正在紧锣密鼓，正在布置。可以讲，随着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态度，世界上各个国家对中国在国安法出台以后，他们都有不同的反应。虽然他们的国家元首没有直接站出来说话，但各个国家都做出相应的动作，就包括日本嘛。根据日本 NHK 媒体报道，也就是日本执政的这个自民党，他对中共毁灭香港的这个国安法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反击。这个反击首先是为那些离开香港来到日本工作的朋友，为他们提供日本的工作签证。其次呢，日本是打算拒绝习近平他可以再次访日，也就是习近平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日的这个计划肯定要被日本取消了，这是日本的态度。那么台湾同时也是这样，台湾呢，他突然宣布驱逐了2名中国大陆的东南卫视的记者。这2个记者呢，他们在台北长期开设演播室，在演播室里面制作主持各种政论节目，这些节目对台湾民众洗脑，在台湾扩散共产主义的红色思维。所以说台湾现在文化部认定这个节目它已经违反了台湾的规定，要求立即解散这个演播室，对这2个记者立即给予驱逐出境，限定他们48小时之内就必须离开台湾。这是台湾的做法。可以这样讲，日本也好，台湾也好，他们对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他们所做出的各种表达、各种态度，都表示了他们跟美国是牢牢地站在一起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他最近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里面，他明确就说到，美国的根基是自由，而自由的根基是信仰。因为美国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是信仰上帝的国家，上帝在指引着美国，他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而美国人民他们200多年来建国，他们获得的基础就是他们有一个自由，美国人民是享有高度自由的。
对自由的定义，我可以这样讲，自由的定义应当就是说，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强迫一个人做什么，这就是你的自由。但是自由的理解绝对不是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理解就是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说这种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讲就是一种暴民的理解。这种暴民的理解从当年的义和团到现在的红卫兵，他们通通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他们认为的自由就是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国可以讲，中国历史你回头看看，几千年的轮回其实就是两种人嘛，一个叫做暴君，一个叫做暴民嘛。暴君对劳苦大众，对普通民众压制得太狠，压制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变成了暴民嘛。而暴民揭竿而起，最终就推翻了暴君，推翻了暴君就取而代之，获得了权力，这个暴民就又变成了暴君嘛，然后就形成了暴君压暴民，暴民反暴君，然后暴君暴民不断的轮环，中国轮回了这么几千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可以看看中国的历史，唐宋元明清个个都是，包括那几个最终没有登基、没有获得中国政权的那些农民造反的暴民，什么李自成、洪秀全，他们都是这一类。所以说呢，中国就演绎着一个专制替代另外一个专制的轮回。那么到了今天，在中国被专制压制了几千年以后，现在好不容易希望争取一点民主的权利，中共还要在香港把它破坏掉。而中共在破坏这个时候，中共恰好是选择了美国今年发生了大规模的这个黑人骚乱嘛。中共它除了选择一个疫情给全球带来的损失，第二个今年是大选年，川普忙于大选，川普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顾及到中国香港，顾及到中共。我过去多次讲过，叫投鼠忌器。加上今年美国由于有一个黑人叫弗洛伊德的死亡，导致的美国白左和美国的那些恐怖组织安提法在背后挑唆的那些黑人命贵运动，这个黑人命贵运动在美国掀起了一个反政府的运动，实际上是破坏美国体制、冲击美国社会制度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发展到它令人发指，完全是当年共产党他搞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的那个阶段。最近我们洛杉矶警方就逮捕了一个黑命贵的一个分子，这个黑命贵的这个分子从他自己家里面车库的冰箱里面居然搜出了12具白人女性的尸体。这些白人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都是金发，第二个都是20几岁，身上都写着黑命贵的字样。我不知道身上写的黑命贵这个字样的这12个白人女性，她们是生前自己拥护支持黑命贵，自己在自己身上写上的呢，还是这个黑人暴乱分子这个凶手他在杀害了这些人以后，在他的尸体上写上的，我不清楚，这个要等待洛杉矶警方最后公布。但是所有支持所谓黑命贵的很多白人女性，她们已经尝到了绝对的苦果。网上就报道过，美国有这么一个富翁，这个富翁他可以讲在当地是非常非常的富有，结果呢，他被一个黑人少年所杀害，杀害掉以后，这个黑人被判处了几十年的监禁。在他被判处几十年监禁的过程中，这个继承了被这个黑人杀害的妈妈的这个富裕的这个少女，她呢这几十年间都去看望当年刺杀她母亲这个凶手。她说她要原谅这个黑人凶手。这个黑人凶手从10几岁坐牢，最后坐到几十岁，等他刑满出狱以后，有一天他就在同样的地方，在这个豪宅里面，然后把他当年杀掉母亲的这个女儿，看望了他几十年的这个白人妇女，把他再次杀掉了。也就是母女都死在这个黑人手上，而这对母女当年都是追求黑人命贵的。这就是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让你感觉到瞠目结舌啊！但是美国就这么发生了。哈佛大学有一个女学生，哈佛毕业啊，世界顶尖院校啊，她这个头脑应该不差啊。她居然在社交媒体上，她宣布黑人命贵。你宣布黑人命贵就黑人命贵吗？你支持这个思想吗？结果她说，所有那些对喊着种族平等，要求所有人命是平等的，讲着所有人命贵的这句话的人，他要用刀去捅翻这些人。当他把这个话发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以后，当天他就被他自己的公司就开除了。
公司开除以后，他又做了一个视频，痛哭流涕啊！因为一旦开除以后，他就没有收入了，没有收入他就住不了房了，他付不了房租了，付不了房租不就要流落街头吗？那流落街头不就满足你的愿望？你不是跟黑人命贵吗？你就跟黑人在一起嘛，每天晚上跟黑人你们在一起住在一起，你们乱交也好，你喜欢黑人命贵也好，你就跟他们在一起嘛，支持黑人运动嘛。所以这个哈佛毕业这个女生居然是这样的头脑，最终她的下场，我觉得她是活该。现在在美国就有这么多人，他在追寻这个理论，而这个理论后面是一只黑手的，这个黑手就是共产主义。可以讲，马克思喊了1个多世纪的口号，现在在这次黑人命贵，在这次黑人推行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流露出非常非常典型的。上一个礼拜的周末，在我们加州洛杉矶的比弗利山庄，可以讲比弗利山庄住的全部是好莱坞的大款，除了好莱坞那些顶尖的知名影星，就是好莱坞的那些大导演，他们都居住在比弗利山庄。那么在比弗利山庄门口迎来了一大批高喊的 Eat the Rich 口号的骚乱者。这个 Eat the Rich 什么意思啊？就是瓜分富人的意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马克思喊了1个多世纪的口号，今天呢被美国的共产主义再捡起来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睡地主的小老婆。100多年前毛泽东带领红军上井冈山，他们就干这个事儿。现在好莱坞呢也开始了，可以讲这些黑人他们都喊着这种口号，这个口号翻译过来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打土豪运动，就是分掉富人的钱。所以说我要看看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能不能把好莱坞这批白左的大佬们把他砸醒。可以讲，就是当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真的打到他们头上之后，他们就慌了。就像美国最大的这个销售平台网上销售的这个亚马逊的总裁一样，亚马逊的总裁贝佐斯他放出豪言说，纵使失去一部分顾客，也要捍卫黑人命贵。黑人命贵一听太好了，所以说命贵的黑人就全来了。所有的示威者，这些黑人命贵的示威者就通通聚到白佐斯的这个豪宅门口，架起了断头台，要求废除亚马逊。他们通过高音喇叭对贝佐斯喊道，要求废除资产阶级的剥削，要无产阶级专政，要把贝佐斯的钱财全部拿出来分给穷人。而且他们把断头台把铡刀也带来了，要求贝佐斯出来迅速把贝佐斯的钱财分掉，否则铡刀在等待着你，断头台在等待着你。这就是美国。美国的黑人，他们今天就演变的这样的故事，而美国的富人，像贝佐斯这样的富人，像好莱坞、比弗利山庄的这些白左，他们支持的黑人命贵的这些，今天黑人命贵首先是拿他们来以身试法了，好得很。我就希望这些白左们，当他们自己也遭遇到这个哈佛大学这个女生个人的境遇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黑人命贵那不是简简单单黑人要跟你平权，是黑人要求特权，是你必须在黑人的要瓜分你的资产，要消灭你的剥削之后，然后还把你送上断头台。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